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最近2天，国际上的一个大事件就是中国跟菲律宾在南海爆发冲突。就在这周一，菲律宾政府召见中国大使，表达强烈抗议。他们也在网上公布了相关的视频和图片，显示出就在上周末，中国的6艘海警船和2艘民兵船通过危险动作阻挡了菲律宾的2个船只，甚至还发射水炮进行攻击。而这2艘菲律宾船只不是军用船只，但是被菲律宾海军征用的。他们当时负责向菲律宾的一个沙滩运送物资，这个地方叫做第二托马斯浅滩，被中国称为仁爱礁，双方各执一词，都认为这是自己国家的领土。那么目前来讲，这个地方现在是由菲律宾控制的。在1999年，菲律宾把一个2战时期的老旧军舰马德雷山脉号放在了第二托马斯浅滩上，来宣示主权。那么这一次，这2个菲律宾的民用船只是向马德雷山脉号上边的菲律宾海军人员输送物资，但是被中国的海警船阻挠。国际仲裁法庭已经判决中国的声明是无效的，但是中国拒绝接受，他们声称整个南海9段线之内都是属于中国的。就像我之前讲过的，正是因为中国的这种主张不仅违背国际法庭的判决，同时跟南海的诸多的这个东南亚国家都发生领土的纷争，所以说这种擦枪走火，随着中国战狼外交和这个军事上的投入，它必然跟这些国家发生更多的军事冲突，所以被我们说中，这又是一个新的案例，并且未来我相信还会越来越多。中国外交部继中国海警局之后，再次发表声明，说菲律宾已经明确承诺拖走非法坐滩的军舰，但是24年都过去了，菲律宾没有这么做，还试图进行大规模维修加固，实现对仁爱礁的永久占领。他这么说实际上是给他们攻击菲律宾的这个民船进行合理化，就是防止你输送物资。那么现在菲律宾已经基本上开始意识到他们需要倒向美国，过去在跟美国的合作也是不断加深，这一次他们也是挺直了腰杆。菲律宾总统小马斯克在昨天表示，中国的声明是谎言。他说菲律宾从来没有跟中国达成过把这个坐滩的军舰从争议浅滩拖走的协议。 I'm not aware of any agreement that the Philippines should remove from its own territory its own ship, the SPS Alamantin, from the Union Ship. And let me go further. If there does exist such an agreement, I rescind that agreement as of now. 毕竟菲律宾现在有美国撑腰了，美国国防部长还跟菲律宾国防部长通了电话，就在这周二，共同谴责中国海警船以水炮和危险动作威胁菲律宾船只和船员的安全，并且重申美菲同盟坚不可摧。另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也在一个声明中表示，美国重申对菲律宾公共船只、飞机和武装部队，包括对南海的海警警卫队成员的武装袭击，都将触发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4条。也就是说，你对菲律宾的袭击就相当于对美军的袭击，那么你对菲律宾的开战就相当于与美国开战。为什么我说中美必有一战？就是这个原因，它跟日本、跟菲律宾、跟越南、跟印度、跟这些国家的冲突都直接危及了地区的和平稳定，甚至是国际秩序，所以美国不可能坐视不管。而且国际条约和法律都规定，不管是美菲条约和这个美日条约，在印太地区的战争，美国不可能袖手旁观。更何况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基本上是不占理的。海牙国际法庭的裁决就代表着国际社会的共识，而中国拒绝承认，其实他已经是师出无名了。他说菲律宾不遵守自己的承诺，请问中国政府遵守过承诺吗？你承诺过对南海岛屿停止军事化、武装化，那结果呢？还得继续的增加人工岛屿，建设军事设施，对吧？你这不是公开打自己脸吗？那么中国说这些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底气，它一方面因为中国过去改革开放这个积累了大量的经济实力，同时它背后还有一个俄罗斯在撑腰。俄罗斯虽然陷入到俄乌战争的泥沼当中，但是俄罗斯跟中国的盟友关系实际上在不断的加强。最新的消息是中国和俄罗斯派了11艘舰艇组成联合巡航舰队，在上星期还驶进了阿拉斯加的海峡。美国海军则出动了4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进行跟踪监视。美国参议员说，这说明了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到一个由北京和莫斯科独裁者所率领的
威权侵略的新时期。在俄罗斯已经被全球制裁，遭到全球唾弃的时候，中国却还跟俄罗斯组成联合编队进行军事巡航，这种组成军事盟友的关系已经是昭然若揭了。所以今天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处理方式，早晚有一天也会加倍放在中国身上。就在8月8号，日本前首相麻生太郎率团访问了台湾，而且他出席活动的时候非常明确的，而且非常露骨的表示说，美日台我们都要做好打仗的觉悟，发挥出强大的阻吓能力，因为对日本而言，确保区域的和平稳定是攸关生死存亡的课题。而且他说，不只有防卫力量就可以，说要让对手知道，为了维护台海安全，我们有可能动武。作为现任执政党的自民党副总裁，在党内地位仅次于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所以麻生太郎讲这些话分量非常重，所以这也是代表了日本的一个共识，至少是精英阶层的共识。所以我认为在印太地区可能跟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除了像越南、菲律宾、印度这些国家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日本，而日本可能比这些国家更起到关键性、决定性的作用。日本当然他也意识到了未来可能要肩负起整个印太地区作为美国坚定盟友来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一个重要的力量，所以他们也在不断的促进国家正常化，以及对他们的自卫队进行扩军。就在8月8号，昨天，美国总统拜登还公开表示，他很快将会访问越南，全面提升美国和越南的双边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美国的操作下，各国都开始对中国产生越来越大的这种抗拒力，并且开始结盟，对中国形成一个包围圈。而中国想要破除或者是冲破这个包围圈，它只能在很多地方跟这些国家一个一个的发生冲突、发生摩擦。而这种摩擦不断的情况下，各国也在加强备战，一方面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并且拉住美国。那么这样的一个两大阵营之间的冲突就越来越清晰了。美国呢，现在目前的做法主要是在科技上面对中国和俄罗斯进行封锁，即使是跟共和党相比更加绥靖的民主党政府，他们过去对中国的围堵制裁也在不断的加码。最新的消息是，拜登政府签署一项行政命令，全面的禁止美国风投和私募股权对中国高科技的投资，其中包括半导体、量子计算和人工智能这3大领域。这个命令所涉及的大部分的投资项目都会要求必须向美国政府报告，而且有一些交易将会被美国禁止。其实跟现在印太的局势，包括南海、台海的现在越来越大的冲突和摩擦相比，美国对中国的制裁力度还是比较小的。虽然这个趋势是看得很明显，这也就意味着中国会利用美国的迟缓，以及利用他们跟俄罗斯、伊朗这些国家的互补，来继续的增强自身的军事实力，吸收民间的力量，通过割韭菜的方式，把所有的资源都转移到所有能够加强党国体制权力的领域，包括公检法和军队，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期的逐步开放、逐步自由的这样的一个市场经济的体系转变为军国主义下的集权社会。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够全面平息所有反对的力量和声音，然后中央可以统筹全社会资源，然后建成一个更适合跟西方国家打代理人战争的战时经济体制。这就是最近发生的地缘政治的一些大事件，以及中国这个党国体制未来的走向。好，感谢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也欢迎大家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